女孩吃完烧烤回家，路上突然被一个男人捂住嘴，接着就被强行摔到角落。因为患有口吃，她连救命都喊不出。这时黑暗中又跑来俩男人，女孩想要逃跑，却被按住了手脚。看女孩还在反抗，领头的直接一拳捶在脸上，女孩晕了过去，只能任由他们折磨。这场暴行足足持续了3个小时。事后禽兽们还将她的钱财洗劫，只留下女孩在原地，就像个被丢弃的娃娃。没人知道女孩是怎么来到警局的，但当她向警察寻求帮助时，警察却因为她口吃说不清话，表现得极其不耐烦。甚至当他看到女孩穿的是紧身牛仔裤，还出言嘲讽，说牛仔裤那么不容易被脱下，你不会是自愿的吧？听到这话，女孩什么都没说，收拾完东西心寒的走了。但噩梦并没就此结束。当她回到家，惊恐地发现床上坐着个陌生男人，仔细一看，是刚刚的禽兽之一。他是根据女孩身份证找来的。意犹未尽的他还想再来一次，女孩彻底崩溃。而旁边的邻居已经听到了女孩的惨叫声，他非但不去阻止，还当作下酒菜，听得津津有味。而女孩此时终于摸到了救命稻草。女孩起身想要逃跑，但已经头破血流的禽兽还是不打算放过她。慌乱中，女孩抓起玻璃片直接甩了出去，刚好扎在了禽兽的脖子上，重伤的她很快就死了。女孩终于得救，但同时也背上了人命。就在她不知道要怎么办时，门铃突然响了。敲门的是位女警，她听说了女孩的事，第一时间就赶过来，想要进屋了解情况，想尽快帮助女孩。可禽兽的尸体还在里面，并且女孩也不再相信他们，于是她以自己没事为由，将女警拒之门外。很难想象她此时的心情有多么的绝望。第二天，不死心的女警又来了，还说让女孩勇敢起来，只有这样才能将罪犯绳之以法，不然还会有更多人受害。这次女孩没有拒绝，还旁敲侧击地问起什么情况下算正当防卫。可女警的回答却让女孩的心彻底凉透，因为根据泡菜国的法律，自卫的前提得满足8大要求，并且界限十分模糊，最后连女警都在等她。 대한민국 법을 그렇게 뭐 강자한테는 무지하게 관대하고 약자한테는 무지하게 엄격하고。 女孩知道自己这辈子算完了，再加上尸体已经微微发臭，于是绝望的她买了把钢锯，一点点的将禽兽分尸，然后装进冰箱。可肮脏的东西实在太多，总有一只手掉出来，没办法，她只能趁着夜色拿着那只断手出去抛尸。可没想到刚出门，之前的男警就发现了她。 韩国的警察都这样吗？女孩报警说自己被侵犯了，但因为她是口吃说不清话，男警就表现得非常不耐烦。无奈的女孩将罪犯的毛发递给他，可他却嫌恶心，拿一张纸接住后，就将这重要的证据随手扔到一边。而当他发现女孩穿的是牛仔裤，还出言嘲讽说牛仔裤是最难脱的裤子，你不会是自愿的吧？他就这样几句话，把刚刚受到严重伤害的女孩气走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个男警还借了高利贷，没钱还了，他就想起那个女孩，想要去找她借。刚到楼下就撞见了出门扔东西的女孩，男警上前拦住他，说只要给他5000美金，就帮忙逮捕罪犯。女孩听后转身就走，因为她一心想丢掉袋子里的东西，而男警却不依不饶，上前拽住女孩的胳膊，袋子也不小心掉在地上。男警刚要去捡，就发现了里面的断手。见杀人的事情败露，女孩扭头就跑，不料跑到了死胡同。男警很开心，本来想骗点钱，现在却发现了一桩杀人案。他上前直接将女孩摔倒在地，拿起手铐就要带走她，可这姿势却让女孩回忆起被侵犯那天，她拼命挣扎，慌乱中摸到一块石头，直接砸了过去。男警瞬间头破血流。这时天空下起大雨，女孩被他狰狞的样子吓到了，开始不停地往后退，却忽然摸到了男警掉落的枪。女孩捡起来后指着对方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但男警却不以为然。 男警到死都不知道，女孩先前是个射击冠军，只是因为一场车祸才沦落成现在这样。这是女孩杀的第2个人，她坐在地上痛哭，准备饮弹自尽，但她又不甘心让欺辱她的人渣逍遥法外。现在就剩下2个，女孩决定亲手将他们送进地狱。此时的女孩已经彻底黑化，这是她第1次给自己化妆，但应该也是最后一次。她来到工厂辞去工作，然后找到曾欺负她的女胖子，狠狠扇了对方2巴掌泄愤。可当她回到家，发现自己的闺蜜被渣男家暴得不成人样，她将闺蜜送到医院后，看着病床上可怜的女人，她决定帮闺蜜出了这口恶气。女孩来到地下车库，砸碎了闺蜜男友的后车窗，本想着警告一下对方，可对方却冲上来想要打人。愤怒之下，女孩掏出手枪，摆好射击姿势，在渣男冲上来的瞬间，一枪爆头。第2天，尸体被警方发现，警察们都在震惊，这么完美的枪法太少见了。他们怀疑之前的男警也是同一人所杀，但他们怎么都想不到，杀他们的人是这个弱不禁风、被欺负到极其惨烈的结巴女孩。而女孩现在已经无所畏惧，一心只想报仇。她已经跟踪到一个侵犯她的男人住址，并且今晚就准备动手。 女孩闯入男人家中，二话不说，对着这个叫阿鹏的渣男就是2拳。阿鹏当场变成了阿鹏，他大声求饶，又连连道歉。女孩问他为什么要道歉，
阿鹏却说不该得罪你们老大。听闻此言，女孩一声冷笑，接着摆好姿势，开枪正中男人脑门。她才不是什么杀手，而是前几天被这个人渣侵犯的可怜女孩。但可恨的是，对方竟然都忘了她的模样，而女孩的复仇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她要将那天侵犯她的人渣全部干掉。第二天，警方发现了阿鹏的尸体，其中一个警员通过调查，终于将目光定在了女孩身上。因为近期发生的枪击案，死者中弹位置都十分贴近，说明凶手枪法一定很强。而他也查到了女孩之前是射击冠军，他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女警。而这时，化验所打来电话，说上次女孩送去的毛发 DNA 结果出来了，那撮毛发正是阿鹏的。得知真相的女警孤身一人来到女孩家里，还无意间发现了女孩的日记，上面清楚写着她遭遇的所有。就在女警震惊之时，女孩回来了。女警再次醒来，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。女孩拿着枪就站在她面前，但她并不打算杀了这个唯一对她好的人。而女警则开始极力劝阻她收手，还告诉了女孩自己的秘密。原来女警的妹妹和女孩的遭遇相同，甚至还因此患上了心理疾病，一直不肯开口说话。女警看在眼里很是心疼，所以当她得知女孩的遭遇后，才会如此的帮助女孩。虽然女孩听后有所动容，但她已经对法律失去了信心。绑好女警之后，女孩来到夜总会，找到最后一个禽兽，二话不说上来直接一枪打了她的右腿。禽兽惨叫着爬出去，女孩追上后对着左腿又是一枪。而就在女孩摆好姿势要结束了这一切时，挣脱束缚的女警带着警员及时赶到。女孩知道自己没机会了，于是直接将枪口对着自己，而对面的女警则流下了眼泪。同为女人，她知道女孩所受的委屈，她劝女孩活下去，这样才有时间将委屈告诉全世界，而不是因为一群蟑螂葬送了自己。女孩被这番话打动了，她丢下枪，就在她要奔向女警的怀抱时，禽兽却趁机捡起枪射向了女孩，同时眼里还充满了不屑，看着女孩倒地不起。女警彻底崩溃，愤怒的她不顾自己的身份，直接开枪打在了禽兽的腹部，但禽兽并没因此毙命，而女孩也一直没有醒来。医生诊断为脑死亡，并且女孩曾经签下过捐献书，她的器官将移植给有需要的人。可讽刺的是，女孩的刚好跟禽兽的相匹配，下周就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。得知此事的女警绝望了，她不想让命运如此曲折的女孩死后还要成为人渣的一部分。她本想拔掉禽兽的氧气罩，可转念一想，她最终拔下的是女孩的，因为她要维护女孩最后的尊严，即使她背上杀人的罪名，她也要让女孩走好最后一程。只可惜，女孩再也没有机会跟她说声谢谢了。